在确定了那方神秘国服的具体位置后，金地天盟主的目光穿透了天都的云层，仿佛锁定了那片神秘的国度的区域。他的双手虚张，造化神力在掌心汇聚成一团光芒。随着他深吸一口气，两处空间点开始颤动，不同空间的波纹交织一起，形成了一种共鸣的状态。最终在规则之法的冲击下，两处空间的规则很快就连接在了一起，化作一道空间裂缝，如同是虚无中的一扇门，向九天深处敞开一般。金地天盟主目光坚定，身形一晃，便踏入了那道空间裂缝之中。见到盟主大人的身影，率先迈入其中，身后的九大副盟主也紧跟其上的轻轻一跃，踏进了那道空间裂缝之中，仿佛是步入了一个未知的通道。他们的身影仿佛是投入湖面的一粒石子，在涟漪扩散中消散不见。金地天盟主和九大副盟主消失在天都中后，九大神祭司的神色庄重，他们环绕着那道光影，语气中充满了敬畏。神明大人，这一方神秘国度为何会出现在诸神万界之中？九大神祭司的声音在空气中回荡，仿佛想要寻找一个答案。光影之中传来了一道声音，声音的回响如同来自天边，又仿佛在每个人的耳畔轻声细语。我也很好奇，为什么在诸神万界中会出现一方国度，不过具体原因需要等他们回来就知道了。你们这一次受的伤，虽然我帮你们恢复了，但今日面对的对手也会越来越强大。现在你们直接进来吧，是时候让你们的实力再次进行一个提升了。声音中透露出一种不容置疑的威严，而九大神祭司心中则是非常的激动，也感受到了这次神明大人对他们的恩赐。是，神明大人。九大神祭司互相对视，从彼此的眼神中看到了恩赐的曙光，然后手持古铜色的权杖，一步步走向那座古老的宫门。宫门上雕刻着复杂的符文，仿佛诉说着一种古老而神秘的故事，又代表着一种神秘力量。当他们走到宫门之前，九大神祭司肃然而立，他们的目光深邃，仿佛能穿透那道看似平凡却充满神秘的宫门。他们头上的光影散发着光芒，将他们的身影拉长。随着一声不可闻的轻吟，那道光影突然扭曲，化作9道璀璨的光束，分别射入每一位神祭司的体内。九大神祭司的身体在光束的包围下开始变得虚幻起来，肌肤透出淡淡的光辉，如同古铜色的雕塑，在日光下闪着金属般的光泽。九大神祭司的面容平静，但眼中却有着难以掩饰的期待之色。就在这一刻，九大神祭司的身影化作9道神光，散发出独特的气息。宫门在9道神光的映照下缓缓地开启，露出了它背后深邃而未知的世界，宛如2个不同的世界。而宫门后的世界充满了奇异的色彩和不可名状的形态，仿佛是另一个维度的空间，既震撼又神秘。宫门之后的世界静谧而深邃，没有一丝声响，仿佛连时间在这里都不存在，所以谁也不知道宫门后面究竟是什么未知的世界。因为这可不单单是一座巨大的宫殿，更像是连接着某一处未知世界的入口。从外面整体看，这座宫殿只有一半宫殿是展现出来的，而另一半宫殿则是看不见也摸不着。距离神奇联盟入侵神元宫和丹神塔2大超神巨擘势力的大战已经过去了1个月时间，而在这1个月的时间里，神元宫和丹神塔的2大弟子都在没日没夜的刻苦修炼，并且还挤入了圣花殿的众多女弟子，一时间也让诸多丹神塔的弟子们纷纷更加有了修炼的动力。而神奇联盟也没有任何的动作，甚至低调了很多，反而像是暴风雨前的宁静，让元尊和塔主的心中升起不祥的预感，仿佛暗流正在涌动，随时可能掀起惊涛骇浪，甚至比起之前的更加猛烈。在这段时间中，他们2人会见交流神奇联盟背后那位大人物的身份，可始终没有任何的头绪，就仿佛根本就没有这号大人物的任何相关的信息。但是唯一让他们有所线索的就是那9大神祭司。看来想要知道那位大人物的身份，9大神祭司应该是我们唯一的一个突破线索。元尊沉声开口，声音中带着不容置疑的坚定。的确，没想到神奇联盟之中除了9大副盟主之外，还有9大神祭司。当时一直没有听说在神奇联盟中还有这样一批另类的高层人物，而且这一次要不是他们亲自派出神祭司出来，还根本发现不了。丹神塔塔主目视远方沉声道，我也一直以为神奇联盟只是和灭神府合作，然而真正背后的秘密更是让我们都意想不到。那位大人物即便这几日由我推演未来，也无法窥探到这位背后的神秘存在。每当要揭开真面目之际，就会被一股力量阻断，根本无法探入其中。元尊也是一脸无奈，如今自己的实力修为已经达到造化后期主神领域，如果施展气运天罡魂使自己进入气运之神的形态，实力更是可以堪比造化巅峰主神。但是即便是拥有如此的实力，在每当引动气运之力推演窥探神奇联盟时，都会被到最后被阻断。这一次金地天盟主能有率领大军入侵我们2大超神巨擘势力，自信满满，根本没有忌惮我们的底蕴，
恐怕也是因为他们背后的那位大能者的原因。丹神塔塔主回想起1个月前的神州势力巅峰之战，并分析出其中的一些细节。尊兄，你所说的没有错，而且这1个月内神器联盟如此的低调，想必应该又在谋划什么不为人知的事情。我们2大超神巨擘势力，乃是万界神州制衡势力之间平衡的关键所在。如果我们的势力出现问题，那么整个万界神州都会陷入一场恐怖的风暴之中，神器联盟也会借此一举登顶统治诸神万界。我们也必须找到他们背后的那位大人物所在，哪怕只是有一丝的线索，也足以成为破局的关键。所以既然现在的线索都指向那9大神祭司，我就派神器联盟中的眼线去前往打探一下。元尊的声音低沉而有力。原来在神器联盟之中竟然安插了神元宫的人，所以说神器联盟内部的一切事情元尊都了如指掌。当然这个眼线可不是一直会联系，只有在万不得已的情况下才会让这位眼线去完成这一次的任务。丹神塔塔主深吸一口气，脸上浮现出一抹坚毅，甚至对元尊感到敬佩。虽然元尊比起自己的年龄要小很多，但是他的心思无比的缜密，而且他的智慧异于常人，能够在神器联盟那种地方安插眼线还不被发觉，即便丹神塔都培养不出这样的1号人。最重要的乃是他的实力，更是让他都感到无比的羡慕，与那位毁灭之神打得有来无回。其实丹神塔塔主已经是拥有非常强大天赋的神灵，但是奈何他无论如何努力也不会超越无上传承者的修炼速度，因为这是无上的法则，谁都无法打破无上的法则。对了，尊兄，或许不到10年的时间，万界之中将会降临神藏，你也可以做好准备，在那里面寻求丹道的极致，或许能够让你的实力再上一层楼。听到神藏2字时，丹神塔塔主的身躯都不由自主地微微一颤，并且他的那一双眼眸中有着若隐若现的金芒在流转。周元兄，上次听说你就是在神藏中获得大道机缘，从天位神突破到大道，甚至现在的造化。这一次我也要让自己在造化之境中达到你这般高度，甚至超越。丹神塔塔主带着调侃之意追逐着元尊之路。闻言，元尊当即一笑道：尊兄不仅是一位神力修炼者，更是一名炼药界的传奇9品药神，你这双修的天赋，即便是我也追赶不上呢。2人对话间非常的客气，都在相互互夸彼此。不过能够让这2位互夸，自然也是真有这样的硬实力与资格。他们可都是诸神万界之中顶尖人物，在他们嘴中夸人少之又少，互夸的话倒是偶尔会来上那么一次。不过神藏中除了大道机缘以及造化机缘外，还隐藏着很多关于大咒的秘密，而且里面也凶险万分，以及未知的存在。神藏的降临怕是会掀起整个大咒的浪潮。神藏的降临的确是有诸多机缘，是所有神灵都想要获得的机缘，但同时也是非常危险之地，甚至进入其中的神灵往往还会失去生命。但是在如此丰富的机缘之下，还是有很多不怕死的神灵都会选择进入其中，即便是死也会拼死一搏。因为神藏与以往的所有遗迹都是有所不同，可以准确地说，神藏是大咒的小宇宙，在经过时间的沉淀后，其中将会孕育出非常多外界没有的东西，甚至外面无法遇到的机缘。而在这神藏里面，却是能够大几率的遇见，这还只是其一。神藏还隐藏着诸多不为人知的秘密，不过想要揭开神藏的秘密，还需等到神藏降临万界后才能够知晓。而且元尊的心中一直有着挥之不去的噩梦，那就是当年进入神藏，在那个地底深处下的究竟是什么东西存在那里。当年自己进入神藏，在无意间的经过后，元尊的神色便不再放松，反而变得非常的严肃，甚至带着一丝恐惧。因为当时在神藏的地底深处，那里有一道巨大的封印神法禁锢，更是有一股不祥之气。虽然当时元尊没有进去，可是仅仅只是感受到一丝那不祥之气时，一股前所未有的危险以及难以诉说的恐惧悄然地在他的体内蔓延而开。就算是现在回想起来，当时让自己感受到无比恐惧的画面，现在都历历在目。这一次的神藏降临，元尊肯定会去搞清楚，在那地底深处究竟隐藏着什么东西，为何会如此让人恐惧，就连气运之力都无法窥探那东西的来历。过去现在未来，那东西一片漆黑，根本无法探知那个什么东西，反而就连气运之力都差点被那不祥之气给污染。由此可见，那东西必定来历不凡，甚至已经超乎了元尊想象的存在。虽然过了这么久的时间，可以一想起来神藏地底深处的那个东西，依旧是带着非常的恐惧之意。还有那一道在神藏中的预言下篇又会是什么？所有的谜题一直困扰着元尊数万载之久，然而也终于等到谜底即将要揭晓的那一刻。不过在神藏降临万界之前，我们必须先要搞清楚神器联盟目前是否对万界有所动作。
还有找到9大神祭司的唯一线索突破口，才能推演那神奇联盟背后大人物的真面目。元尊极其重视神奇联盟背后的大人物，因为那是一个连他的气运之力都无法窥探的存在。周元兄所言极是，如果有什么需要我协助的地方，尽管开口。丹神塔塔主一脸豪爽，而元尊也是淡淡一笑，道：尊兄，这是自然，需要你协助帮忙时，我肯定会不客气。对了，萧炎、林动、沐尘3位兄弟应该也会前往这一次神葬中吧？毕竟萧炎、林动、沐尘3人可都是无上传承者，如今他们的实力有所精进，可是面对真正的那些毁灭级存在的东西，大道主神的实力还是远远不够的。所以元尊想要借着这一次神葬降临，他们能够在其中获得属于自己的大道机缘和造化机缘，甚至更多能够提升实力修为的机遇。他们必然会去，他们也都是无上的传承者，而且神藏更是大宙中的小宇宙，其中只要有一样东西让他们夺得，就会让他们的实力提升一个层次。一个修神火，一个修神符，一个修法身，他们身上的这些东西每一样可都是大宙神物，我甚至在他们的身上已经看到了大宙未来的样子，你们或许才是大宙最耀眼最神圣的存在。丹神塔塔主说起萧炎他们3人时，眼中都是散发着对他们3人的期待之光。其实我一直有一个想法，无上传承者并非你们想象的那么简单，有时候我甚至想着，为什么我们会是无上神所选择的人。元尊也并没有因为自己是无上传承者可感到高兴，换做其他神奇强者，恐怕对无上传承者是求之不得。丹神塔塔主一听，似是听出了元尊口中的意思，然后喃喃道：周元兄的意思是？尊兄，你说千万载之前的那5位无上神，随着天古浩劫落幕而消失，有人说他们在那一场浩劫中陨落了，也有人说他们转世了，但是觉得他们似乎在下一盘棋，至于棋盘中的棋子要怎么走，或许都已经是被安排好的下一步往哪落下的棋子。所以我们身为无上传承者，就是这盘棋中的最重要5颗棋子。元尊的每一个字每一句话都是让丹神塔塔主听了震慑人心，因为按照元尊这样说的话，当年的5位无上神并非陨落了，而是为今后布局了一盘大棋，被选上的无上传承者是这盘大棋中的最重要的棋子，开始就是这5个棋子，结束也是这5个棋子。周元兄，那你现在知道自己是这一盘大棋中的棋子，你接下来会如何做？然而元尊只是转身将目光看向遥远的神州天际上，然后片刻后道：既然那5位无上神已经布局如此一盘大棋，即便是我们想要退出已是不可能，倒不如顺着他们所布置的棋子走下去，看看他们究竟在布局一场什么样的计划。当年天古浩劫的最后，那5位无上神究竟为何选择了去布局这么一场大棋？在这背后的真相看来，只有我们无上传承者才能够将其揭开一切的谜底了。元尊和塔主2人在交谈之后，对如今的大宙局面有了新的看法，同时诸神万界看似平静，实则却是暗潮汹涌，所以在这么一个不确定因素的危机中，他们必须也要前行，不然诸神万界一旦出现势力之间的天平失衡，那么将会是极其严重的后果。在接下来的几天时间里，神元宫和丹神塔也派出了更多的人去探神奇联盟的风向，因为在不久后，神奇联盟必定会再度入侵这2大超神巨擘势力，彻底的铲除他们的绊脚石，一举登顶诸神万界之巅，统治整个万界的主宰。这也是神奇联盟一直以来的野心。时间又过了半个月的时间，丹神塔内时光静好，仿佛一切尘嚣都被隔绝在神塔外。萧炎与云韵这2天倒是一直待在一起，自从他们的关系变得特殊之后，2人这么多年的遗憾也彻底的告终，走向了他们当年一直不敢想的幸福之路。萧炎的目光深情而坚定，他轻声呼唤云芝，这2个字仿佛蕴含着千言万语，仿佛时光穿梭，穿越到了当年的魔兽山脉相遇的那一天。云韵的脸上掠过一抹温柔的红晕，她轻启朱唇，回应着：时间过得真快呀，年我在魔兽山脉与紫金翼狮王大战受伤，与你相遇，你替我疗伤，虽然那几天很短暂，但也是我一生当中与你度过了美好的时光了。声音中带着一丝怀念，他们2人的目光在空气中交织，都在彼此的瞳孔中看到了年少时的自己，看到在魔兽山脉的画面。虽然那个时候萧炎还只是一名斗者，也是他第一次见到斗皇强者的云韵，与之共同度过了那段短暂而又美好的时光。此刻丹神塔内的空气中弥漫着淡淡的药香，萧炎轻轻拉起云韵的手心，掌心的温度传递着彼此间深深的牵挂与不舍。他们相视一笑，那笑容中充满了对过去岁月的释然，以及对彼此未来日子的期许。四周的景致似乎也感受到了这份特殊的氛围，微微摇曳的烛光映照着2人的侧脸，投下了长长的影子，影子在青石板地上交错重叠，宛如他们命运的轨迹，
经历了波折后，最终汇聚在一起。